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希腊前情报机构负责人否认2019至2022年使用非法手机恶意软件进行监视，但承认合法监听了反对党领袖的通信。政府否认有不当行为。下一条，美国司法部要求上诉法院维持4月份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1月19日前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或面临禁令。司法部认为 TikTok 在中国所有权下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可以获取大量美国人个人数据。美国政府将一份机密文件提交给法庭，详细说明对字节跳动拥有 TikTok 的额外安全担忧。下一条，科切拉谷的小型农场主将椰枣园用作活动场所，以迎合当地拉丁裔社区的需求。由于当地法规导致的投诉，农场主组织起来并寻求特殊规则，允许他们在保持农业用地和椰枣树的同时举办私人活动。让我们关注，股市接近历史高点，投资者认为美联储降息即将到来。华尔街经济学家和策略师编译的32张图表显示，美联储的历史性加息周期后，美国经济仍可以实现软着陆的乐观情绪很普遍。接下来这条，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6月同比上涨 2.6%， 高于预期，但低于前值，环比上涨 0.2%， 为3年多来的最低涨幅。专家认为，通胀放缓符合美联储目标，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下一条，加密货币自由主义者和硅谷一些科技巨头已成为2024年支持特朗普的新政治力量。该联盟助长了特朗普竞选资金。如果共和党明年控制华盛顿，该联盟可能成为中央参与者。接下来，中国副财长廖明认为，中国制造业产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通胀，反驳了美国财长耶伦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让我们关注，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塔瓦雷斯不断削减成本，导致吉普和公羊销量下滑，公司上半年业绩不佳，股价暴跌 40%， 至少有7名高管离职。塔瓦雷斯试图保护利润率，导致其产品价格高于竞争对手，失去了市场份额。接下来这条，尽管经济稳健增长，美国民众并未表现出积极情绪。卡马拉·哈里斯能否比乔·拜登更能提振民众对经济的好感度？由于近期拜登退出总统竞选，哈里斯已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让我们关注，投资者热衷于可转股债券，小公司对前景感到乐观，许多公司争相发行低成本债券，让投资者押注公司股价会上涨。接下来，美联储将于下周3宣布最新货币政策决定，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7月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然后在9月降息。下一条，华尔街对通胀削减法案对10种处方药的定价谈判的担忧正在消退，原因是大型制药公司已发出信号，表明即使临近9月1日的价格公布日，他们也能应对联邦政府的价格上涨。接下来，埃隆·马斯克宣布将 SpaceX 和 X 移至德克萨斯州，原因是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学校告知家长未成年子女改变性别认同的法律。德克萨斯州正享受着最近的胜利，认为其他州的公司正在向其较低的税收和更友好的法规靠拢。下面这条，苹果公司与马里兰州首家工会化门店达成初步集体谈判合同，该合同将使员工平均加薪 10%。该协议需经门店约85名员工批准，将于8月6日投票表决。最后为您播报的是，英伟达凭借其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正将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致力于将药物发现和设计变革为未来趋势。疫情促使医疗向虚拟化和数字化转型，英伟达与其他公司合作，推动这一进程。英伟达与强生医疗科技和微软紧密合作，每年利用其 GPU 计算技术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价值。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